躲进去。姐姐，我护不住你们，不要出声，快藏好，藏好。姐姐，阁下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他，玩得开心。一个练气的修者也值得费这般功夫。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我时间可有限，师父还在等我回去呢。张嘴闭嘴的都是师父。南宫孤鸿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没断奶？还是你的道心乱了，对你的师父产生了什么龌龊想法，想娶她当媳妇儿啊？小仙子别怕，我不是要与你为难的，只是你杀了我教中的人，还毁了这件法器，我不得不将你带回去，给我的教众一个交代。你和那鬼先生出自同一宗门。是啊，但我不想给他报仇，我只是不得不奉于命令对你出手。不如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保证留你全尸。一丘之貉，讲道理都不听，那便只能动手了。阁下可真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啊！破了我的阵法，还扫了仙门的颜面，如今又想救下那个女子，怕是故意与我为难。这是我呕心沥血制造的囚笼法阵，这24道生门已被拦断，36条死路亦被阻绝，可所谓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就算是金丹修者来了，也难以破开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天了吧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的话真的很多？你究竟是什么位阶？没算过，但破你的阵足够了。吹笛子的，还等什么？笨死，这都打不住。没有你，我早拿下他。破钟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。书上说了，画完肉就能看见颜色了，应该快了吧？是魂换骨我都忍，是痛入归涅槃生，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
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。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，敢梦不败火，畅快尘。破皱纹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。得失进退，皆当作千年容忍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事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，敢梦不败火，畅快尘。重不重啊？不重。快！咦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药。药是给姐姐治伤的吗？谁给她的？不知道，药不能乱用，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万一是毒药呢？哎，老陆，新仙子怎么样了？想办法给他用了。这不是你的救命丹药吗？你不是已经送了他恢复气海的藏心兰吗？还送丹药做什么？给他送去。送完法器又送花，如今连保命丹药都送了。老陆，你心疼了。没错，换做是我也得心疼。新仙子办的这事儿属实仗义，他和你也就几面之缘吧，如今竟为了你豁出性命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说他图什么？莫不是真的看上你了？如果你有一天像他这样，我也会心疼你的。嗯，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。不过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长长见识。长见识？走了，到了就知道。你们在那儿忙什么呢？今天是爹的3期，他要回来看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买了点祭祀的物件，想给爹送点纸钱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成亲？我的亲人都不在了，我也快要死了，还没娶过媳妇。我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祭奠，逢年过节的时候连个香火纸钱都收不到。还给爹买了新衣，我们去拿。小时候，术士说我有寡秀孤沉的命格，会克死3任夫君。我便想着，既然如此，我便找个恶人嫁了便是。
可没想到找到了你。陆大人，你是个好人，不该被奸人所害。会不会真被那术士说准了？如果你没遇到我，也许就不会死。陆大人，我为你报仇了，希望你在九泉之下为岸行险。陆大人，我和九九认你当爹了。这衣服送给你，你在天上有衣服穿。真的是有人在帮我吗？去那边看看。哎，是在找我吗？就是他，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走啊！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
前辈你在吗？我有话想说。入山门那天起，师父便让我立下誓言。他说，每位修行之人若要入门，必须与道心立此誓。弟子心梅今日在此立誓，我自愿离开俗尘，踏入仙门，自此当潜心修行，感悟天道，善始令终，抗怀物外，绝不以仙家术法涉凡尘世，扰人间序。若违此誓，道心尽毁，再难登阶。可每到这般关键时刻，我却总忍不住。师父说，我这是火气太盛，但我扪心自问，我并不是抑制不住怒火，而是有事想不明白。天梯已毁，所有的修行之人都再难成神，那我们刻苦修行，到底所谓何事？仙门中人，人人都手握不二力量，却隐居山里，既不能成神，也不能做人，两不相帮，两不相干。那我们所修之道，尽头在哪儿？我们所谓道心，又本源何处？前辈，如果你知晓答案，可否指点一二？要下雨了。无论如何，多谢前辈管我这桩闲事，但说到底，还是怪我违背了誓言，酿成大祸，是惩是罚，都该我一个人担着。所以前辈，莫要再插手此事，以免被我牵连。多谢。不必接了，就让它漏吧。反正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。去哪儿？回之前那个宅子吗？回魏县。外面有很多官兵都在抓你。所以我们要分开行动，你们要先走。这个给你，一定要把它保管好。你是哥哥，所以银子由你来保管。回去以后，你们要去甜水巷找一个叫孙瑶的老爷爷，就跟他说是我让你们去找他的，他会照顾好你们的。这些银子足够你们上学堂，好好生活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在魏县还有一个祖宅，你们可以住进去，虽然破了点儿，但是可以遮风挡雨，这样你们就有家了。可是姐姐，我舍不得你，你会回来看我们吗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怎么回事？这花竟然蕴含了如此强大的灵力。
这花为何有这般功效？如此天才地宝，陆大人为何会送给我？他到底知不知道这花的底细？官爷，站住！我们有急事啊！排队，快点！走。他这就走了？仙门众人都在四处找他，现在不走，恐怕难以脱身。走了最好。新仙子是清醒的。等一下，头抬起来，把帘子掀开。走走走。你醒了？想喝水？你怎么不叫人呢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什么？不用我帮忙吗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我就在这儿。新姑娘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看来死得不够彻底，那我送你一程。你冷静点。要么今天你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这件事的确是我不对，要打要罚我都认，但你先听我解释啊！去阴曹地府解释吧。那姑娘的伤才刚好，你不管管啊？管不了。多大仇多大怨呢？唉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还打吗？好，既然我动不了，那便听你的解释吧。凌迟那日，我的确没死。不应该从这儿说起吧？陆大人，在京城屡次暗中救下我的人，也是你。你既然有这般本事，为何会身陷囹圄？又为何会甘愿束手就擒，遭人凌迟？我自有缘由。自有缘由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明知自己不会死，又为何与我成亲呢？又为何对我说那些话，让我以为你会死，让我心有牵念，对你不敢，为你报仇？我没想到你会那样做。好一个没想到！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却放任别人冤你、罚你，让自己身陷极刑，让旁观者为你不值。你明明不会死，却还要与我成亲，还交代我死后为你烧香供佛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是在耍我吗？是你要解释的，那你便解释给我听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我以微末本事打抱不平，替你报仇，险些送命的时候，你究竟是作何感想？是觉得可笑，还是觉得我愚不可及？是感激。新姑娘，
我很感激你。只是我确实有不能与旁人说的理由，这关乎着我的身家性命。但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如果仍然觉得怨恨未解，就来大堂找我。新姑娘，其实我想通了，是我的问题。早在入仙门的时候，师父就让我发过誓，绝不能以仙法插手世俗之事。是我太蠢了，一直想不通。我总觉得，我有幸习得仙法，就应该学以致用，不然就荒废了。可这世上不平之事太多，朝廷管不过来。我恰巧遇到了，我也有能力去管，我为什么不能管？所以，我犯了错，而且犯了很多次。从前，我不知悔改，总觉得错的是规矩，不是我。但这一次，我想明白了，这世上有仙人，有修行者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魑魅魍魉，人心叵测，世事难料。术法之下以假乱真，仅凭一双肉眼，哪能辨得出真假？做了就容易犯错，不做就不会错。所以师父才让我安分守己。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伤害了你。我们萍水相逢，本该各取所需。是我没有自知之明，一头撞了进来，搅乱了这滩浑水。新姑娘，我知道，你有你的理由。多管闲事的人是我，我坏了规矩，就该得到报应。现在想通了，陆怀，我还是叫你陆怀吧。多谢你给我上了一课，我以后都不会了，再也不会这样了。陆大人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走各路，再不相干。等闲姐妹一步，无数的孤魂谱，可有人摘云梯断前路？烈焰金光照金熔炉，暖不尽天下寒雾。
望变整天啼哭，问离别屈辱，这众望的前途有一个雾，又见人间霜雪，不忘泪中生几股。他很伤心呢。他没有颜色了。什么？是我做错了事。你才知道？你去吧。我？去哪儿？用你的术法抹去他这段时间的记忆，让他忘掉陆海这个人，就当做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见过师祖。你是朱越？正是弟子。这么老了？弟子没有灵根，不能修炼。不过，我已经和师祖50年不见了。如今我都60有2了，我这身皮囊全是灵药保养，已经是很年轻了。苏太乙呢？不朽丹出炉在即，师父在九绝山中闭关炼药。闭关炼药？啊，那他为什么写信唤我回来？弟子不敢欺瞒师祖。其实这几年，师父一直都在找您，不管哪儿听到的消息，只要听着像您，师父就会传信。这次也是听说，京城有人硬扛仙门天骄，师父照例写信。本来没抱多大的希望，没想到还真的是您。师祖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朽丹即将出炉，师父需要全力以赴，为防小巧们惦记，师父专门命我将此门给封死了。嚯，这封的也够严实的。有用吗？有用。这洞内还设置了断龙石，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。若是有人想在外面强攻的话，这整个山腹就会崩塌，到时丹毁人亡，一无所有。这个苏太乙啊，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我这桩案子，怕是办不成了。为何？她是吕静的女儿。吕静是谁？是一位将领，在北疆戍边多年，很是骁勇善战。前年，老庄义和蛮族一战，他带着2000士兵守城3月。弹尽粮绝，立即而死。听说敌人以为他是修行者，便想要寻他的灵根。不想刨开他的尸首之后，发现他肚子里全是草根和树皮，还有未曾消化掉的香灰。吕靖将军戍边多年，父母早亡，妻子过世。听说他只有一个女儿，还是个哑巴。没想到就是他。哎，那小子说他有什么病？心衰之症。好人不长命。北乡是一直都在打仗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们这些修行者吗？
为什么？你们好像跟我们一样，但又好像不一样，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。我们也有自己的规矩的。是规矩就一定要守吗？当然了。若规矩是错的呢？每个仙门子弟入仙门，都要守这个规矩。仙门传承1000年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话，那这世道早就乱了。所以有时候，即便看不惯、想不通，但就得安慰自己，规矩是不会错的。这是他们跟你说的，还是你自己也信？吕敬将军于我朝而言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可是，在敌人看来，便是凶悍可怕的对手。立场一变，脑子就跟着变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不会错的东西。像我手中的剑，看上去很普通，却是天下第一神剑，我坚信于此。但你觉得，我是对的吗？算了，今日过后，就当我们从没见过。有一声询问我最初究竟心所图何？是规矩就一定要守吗？若规矩是错的呢？吕敬将军于我朝而言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可是，在敌人看来，便是凶悍可怕的对手。立场一变，脑子就跟着变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不会错的东西。不忘了柔声击鼓，菊花烟幕气还敢在乎。又见不点寒暑，若无人与他同悲苦，龙只会与仙归结缕繁木。你怎么没睡啊？啊，给我的，谢谢。喝水会吐，但吃饼子没事，吃梨子应该也行吧？今天谢谢你啊，没什么。你是修行者。对了，你们接下来要去崇灵谷吧？我正好也要去，我们可以同路。我是之前喝水就会吐，没想到连梨子都吃不成，倒是浪费了你的心意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我没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谢谢你，早点休息。怎么又到这儿了？我刚才是不是来过这儿？师兄，师兄，请问林院的杂货房怎么走啊？功过荣辱，飞燕成茧，世人各执一面，染指心血，招致罪孽飞行，所愿为大道西为归真为戒，可有人看将生死作废，旦夕之间行销魂飞，心火就此燎原。师兄也是来参加品丹大会的吗？我是苏太乙的朋友。原来是苏神医的朋友。
那我该称您前辈。新鞋庄新梅，不知前辈名号。陆千桥，万千之千，乔木之乔。原来是陆前辈。啊，这儿我就认得了，前辈就不用送我了。多谢前辈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敢问，可是新鞋庄的新梅仙子？是。我们家少宗主请您一叙，仙子可方便前往顺心院一叙？不方便，我今天不舒服。那仙子哪日有时间？我们家少宗主那可是灵迹山，哎，他还等你呢。大婶儿，要不要号牌啊？比这早10几号了，2两银子，2两银子一个。小哥，我要。哎，好嘞，拿好了，往里边走啊。新姑娘，新姑娘，哈哈哈！哎，是你啊，张大虎。对呀，新姑娘这是来看病啊？身体不舒服，跟我说说。我呀，常年在这谷中行走，也算半个大夫。我就是最近不能喝水，一喝水就吐。哟，那你不能在这儿排着呀，这是朱大夫的诊，他擅长的是风寒、肺胀、心病、胸痹，你这属于是脾胃不适啊，得找柳大夫，治的病他拿手，我带去。柳大夫？是啊，柳大夫就前面，走那边，哎，走。嗨，刘师兄，哟，又来了。嗨，给张师兄送信。哎，来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这柳大夫啊，专攻脾胃调试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每个月只有初7、初92日巡诊。今天不就是初7吗？哎，他那号牌2个月以前就没了。哎，别着急，我有办法带你见见。见？这怎么见？你这病啊来得急，咱们得特例特办。这么着，一会儿啊，踏着我肩膀，咱从这儿翻过去。哎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崇灵谷可禁止使用术法。这么高，用不着术法。飞这么高？哎，走。哎，新姑娘，哎，别走了，就是这儿。啊！一会儿柳大夫从里边出来，他人一出来你就冲过去，躺在地上。放心，相信我，不会有大夫坐视不管的。啊什么呀？治病还怕丢人啊？要命还要脸啊？可是，主要这个柳大夫这号啊太难拿了，等轮到你啊，命都没了。听我的，跟我来。啊。哎呦，坏了，肚子疼。许是昨天晚上吃坏东西了。我去炖个茅房，一会儿回来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哎呦，姑奶奶，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一会儿人出来，你就躺在地上，直接喊疼。咱们谷里的医师都是菩萨心肠，不会不管你的。千万别犹豫。怎么会出这么多汗？前辈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也没想到会碰到前辈您。我本来是去找朱毅大夫看病的，但是排队的人太多，然后有一位熟识崇灵谷的小哥就把我带到了素问堂的后院，说是在那儿能等到专治脾胃的柳大夫。然后你就躺在了地上，让大夫给你看病。很多人都这样做，你不是第一个了。把手给我。啊？给你把脉。前辈也懂医术？懂一切。身体已经稳定了，但在找到彻底解决方法之前，你不能再饮水了。不能再饮水？前辈，我究竟得了什么病？不是病，是术，叫延髓术。延髓术？你可以理解为言出法随。这个术法一旦实施，受术者便会对施术者言听计从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的身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？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应该是在萍乡小镇。我本来是赶路，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男子，朝我跑过来，看他的扮相不像中原人，像是从北乡来的。他对我说水里有毒，让我不要喝水。我当时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，后来仔细一想，基本上是从那之后便不能饮水了。可是我与这疯癫男子无怨无仇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他不一定是施术者。延髓术使用的时候，有时候不需要施术者亲临，人、动物，哪怕一片绿叶，都可以成为施术的媒介。我当时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延髓术只能由高阶位者向低阶位者施展，你的术法不高，没感受到也是正常的。我该如何破解术法？还请前辈赐教。杀了施术者。就这一个办法？就这一个办法。那完了，我根本想不到谁会害我。而且，如果一直找不到施术者，岂不是一直不能喝水？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我便不会让你死的。前辈有办法？对。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一字一句都要记住了。人与外界相通，吐浊纳清，靠的都是口鼻。修仙之人修炼，修的多是五感七窍，只有感受到了常人无法感受到的东西，才能让身体与天地相通，吸取灵气，进阶飞升。如果像前辈所说，不用口鼻就能吐纳呼吸，是不是也能饮水啊？没错，我要教你的就叫做鱼吸术，就是像鱼儿一样，用皮肤饮水，屏息居气，神会灵台。气通周天，走合谷，闭心脉，沿着你全身的经络运行，
让灵气汇聚于体表之上。我感受到真气运转了，现在可以喝水了吗？快了。前辈，前辈，别慌，用我教你的方法呼吸，你可以的。把头发擦干吧。这几日我会多带你练习，鱼息术不难掌握。前辈，你说我学会了鱼息术以后，是不是就不用再喝水了？你现在觉得渴吗？好像不渴了，不渴了。多谢前辈救命恩情。西梅，墨池难忘。他日若有吩咐，刀山火海，任凭差遣。不需要你刀山火海的床，早日学会了鱼息术，能省掉我不少功夫。多谢前辈。饿了？哦，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去找点吃的。你现在这个身体能吃什么？我能吃饼子，干干的那种。知道了，等我。好。陆前辈，来，吃吧。多谢前辈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前辈，这是你自己亲自做的？对啊。是不是不好吃啊？没有的事，好吃，就是有点咸。那我再去做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那就浪费了。好了，这样就能吃了。好吃。吐了吧，别吃坏了肚子。不让吃，而且非常咸，别浪费了。好吃。
前辈，其实这饼子，如果你能让它薄一点，就更好了，这样更容易熟。你会烙饼啊？会的。那多薄才合适啊？差不多这样一半薄。放水和面的时候放一些盐，不用一把，1勺就行。还有吗？你和面的时候可以放一个鸡蛋，再撒上些许葱花，这样饼子出锅的时候会更香，还酥还脆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做饼给你吃。我练了。我练太久了，都累了。曹松堂开饭了，去吃饭吧。好吧。这是低瘦的前腿骨，无坚不摧。哇，果真有效！这次换骨可不比你之前换皮换肉，骨头一碎，食髓消失，这剧痛会骤然而来。这粉骨碎身之痛，你可有想过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好，你喝下它，过了几日，便可以开始换骨。老陆，你身体虚弱，慢点走。啊。这位师兄，陆前辈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不慎染了风寒。风寒？没错，就是风寒。我没事。交给我吧。好啊。新仙子怎么了？他体内留不住水，玉溪术救不了他太久了。可还有别的办法？想要破掉延髓术，只能杀了施术者。那就去杀人啊！这事你在行。他现在已经被盯上了，我如果离开了，谁来保护他？哎呀，崇灵谷除了你，又不是都死绝了。陆前辈，来给你送饭。快请进。都是给我的。对。可这么多，我也吃不了。我最近有事要离谷一趟，不能经常来照顾你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经常练习鱼溪术，不能懈怠。
我会的。前辈，你要去办的事，危不危险？不危险。那就祝前辈一切顺利，平平安安。好。仙门狗，你能活着走到我面前，说明你真有些本事。以及，我养了一群没用的废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毁了我的晚餐呢？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晚餐，还有你的命。为什么要杀新梅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中原女子吧？她死了吗？为什么杀她？哼，为什么要杀她？因为她杀了鬼先生，而你今日屠了我凤凰神这么多子民，那就下去跟他作伴，一起接受凤凰神的惩罚吧。要你命的人，我是凤凰神的使者，我神的光辉可以代替日月，烛照世间。神啊，请赐予我无上能量，借我人生，将亵渎神灵之人挫骨扬灰。金丹变元婴，原地进阶。满主为我，凤凰神天威在世，所向披靡。就算凤凰神来临，今日也得陪你一起死。找到了，你的玉牌归我了。起身发射！愚昧的凡人，接受凤凰神的怒火吧！万人千心归。
领其暴斗而死。你会七窍流血而死，你会自枪而亡，你会立即死，你给我死！怎么回事？走！如此粗浅的延绥术，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我很好奇，延绥术也是高阶的术法，就连洞虚修者都难以控制。你之前只不过是一个金丹修者，你怎么掌控的？你刚刚喝的是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神会惩罚你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想见识见识真正的延绥术吗？你满手血腥，罪业缠身。此时此刻，你将七窍流血，经脉尽断。在此殿中，凡是沾染过无辜者鲜血的人，都将自枪而亡。又有一对仙门弟子，不会也是去喝茶水的吧？怎么了？我们回去。哎，玉牌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你们杀我师兄师弟，还想让我交出宫山玉牌？做梦！师傅，师祖回来了。哎呦，新姑娘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嘿，嘿，嘿。
那是他们自找的。师父以前曾经跟我说过，这世上是分大道和小径的，大道易过，小径难行。可世人所求之物，往往都在小径之中。哼，所以呀，他们要想过去，就得拼尽一身的血肉，伤得筋骨寸断，撞得头破血流。哎呀，这是人心贪欲驱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哼！我传你医术，是为了让你安身立命、治病救人；我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是为了让你成人成才，不是让你诡辩脱罪。你说想要长生之人，皆是在走小径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些百姓呢？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你们的长生而丧命？难道他们所求的一切都是在小径之中吗？爱情找到他了。看那身形，好像那夜与我们交手的人啊。我也有所怀疑，不过此人身怀宫山玉牌，不管是不是他，先跟上去看看。少宗主，我们为何不施法赶路？这2日我探查过了，这崇灵谷到处都是阵法，别说施法赶路了，就算稍微跑得快一些，都有可能触发法阵。怎么了？他在用糯米粉试探阵法。难道他想盗取不朽丹？不知道。走，这边。这人的灵性我是断了，被他发现了。不好！他怎么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经过的时候，我们听到有声音，我们就进来了。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大夫，李大哥怎么样了？他没事的，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很快就能醒过来的。
们怎么都在？出什么事了？完了，没了！什么没了？孤身玉牌没了。方才我看到一个黑影，觉得可疑，便跟了上去，没想到被那个人偷袭昏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孤身玉牌就没了。你和他打斗的时候，可有看清样貌？有什么特征？天太黑了，他又蒙着面，我没有看清，只记得那个人的眼神很锐利，出手也十分毒辣。李四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没用的。我本不想针对你，但是被你发现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还有要事要做，不能被你破坏。你在这委屈2天，等我办完事，自然会有人来救你。辛姑娘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为难你，但是我也恳求你，不要让我为难。想出去，那你得替我办件事儿。你的宫山玉牌藏在哪儿了？把玉牌给我，我立刻救你出去。原来是你闯入的我房间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只有我能救你出去。宫山玉牌藏在哪儿？你救我出去，我带你去找。别废话，说不说？你不带我出去，我怎么去找啊？不说。好，那我有我的办法。宋文书，我本来不想用这种法子折磨你，可惜你的嘴巴太硬，只能我自己找了。好了，能吸收水分了。动手吧！
等等，苏神医，请容我问他几句话。你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进入崇灵谷之后，还是在破庙相遇，还是更早之前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破了护山阵法，摸到九诀洞外，还险些毁了断龙石。我看你走到这儿的每一步都费了不少心思，想偷不朽丹就直说，何必装糊涂？什么叫偷？那日在拼丹会上，你们所有人都看到我有玉牌了，难道就因为我牌子丢了就不给我丹药了吗？吕姑娘的心疾，即便没有不朽丹，也能治好的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骗我？满嘴的假仁假义，我看你要不朽丹不是为了吕姑娘，就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为了我自己又如何？能令元素一介哑女，我比她差在了哪儿？我李斯天资卓越，7岁习剑，我16岁便已剑道大成。我即使面对筑基期的修者，我也丝毫不弱。倘若再给我100年，我便能与金丹修者一较高下；再给我200年，我便能以凡人之剑压得出鞘期修者毫无还手之力；再给我500年，我便能以剑道入圣，成为这世上第一个以肉身飞升的陆地神仙。难道就凭我这般天资，我都配不上1枚不朽丹吗？所以，你的计划是从结识吕姑娘开始的。你根本不是吕将军的部下，护送吕将军的遗孤入谷，也不过是你的借口。一切都是为了不朽丹。这一路上，究竟有多少人被你骗来卖命？就算是我利用了玉元素，要不是我，他早就死在流民堆了，还能活到现在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你们崇灵谷竟与那些仙门狼狈为奸，任由他们在谷内偷盗抢夺，盗走我的固山玉牌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罢了，如今被你们所捉，时也命也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苏太医，你个无耻老贼，你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丹炉未起，伤神医者，断不可留。吕姑娘，华清说你睡下了，心很乱，睡不着。羊蹄马生悲，金旗鼓震天。利刃迎风去，羽袭急骤来。此身不足惜，但躯赴国难。长驱倒敌营，捐躯亦可堪。这是你写的吗？
是李大哥写的。你别多想了，朱大夫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。我只是想不通，是吗？欣姐姐，能写出这样诗的人会是坏人吗？会想要长生吗？哎呀，新仙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养家糊口嘛，什么都得会点。我来看看他，你随意。天满庙兮地茫茫，发福生财万事昌。西上路兮莫回首，西南大路有天光。新仙子不是本地人吧？我们这儿有个习俗，人死了以后得喊坟，得边撒着纸钱边喊。就像你刚才那样。是，相传呢，在日夜交替的时候，向着西南方向一直走，遇山不回头，遇水不转弯，就能走到神仙居住的地方。那里的路上铺的都是金子，河里流的都是美酒佳酿。这拉车的不是骡子，不是马，更不是人，而是天上的凤凰。满山遍野种的都是谷穗，不用浇灌也能长出粮食。神仙不用金子，也不用吃饭，他们挥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千里之地不过一瞬。而且啊，他们住天上，往西南方向是找不到的。所以说是相传嘛，这些民间传说呀，都是老百姓自己编的，想到什么就喊出来，喊完以后，就好像真的能去了一样。哎呀，其实这李四人不错，要不是一时糊涂啊，也不至于丢了小命。哎，我记得你们是一块儿来的崇灵谷吧？是朋友？算是吧。哎呦，得嘞，要不然这样，你给加点钱，我喊点吉祥话，让他走得顺顺当当。啊，这个给你。哎呦，够了。哎，历峡市，你往前看，西南大路平又宽，天台楼阁千万间，无病无灾无苦痛，两旁高高不满园。爱情不问自举，是为贼。尊称阁下一声前辈，你便如此行事。不问自取是贼，那杀人越货呢，又算什么？前辈慎言，即便你与崇灵谷交好，也不容你辱我天元派的威严。懂了，能做，但不能说。宫山玉牌事关重大，
不管前辈是何背景，有何目的，今日若不交出这玉牌，怕是走不出去了。宫山玉牌是无主之物，你怎么抢来的，就怎么从我手中抢回去。失礼了。还打吗？打！陆前辈。你的玉牌也在里面。东西我带走了，你应该庆幸今天遇到的是我。如果遇到一个像你一样心狠手辣的，那你今天就跟蔡恩一起共赴黄泉了。前辈真的想好了吗？今日你若是踏出这个门，便是与我天元派为敌。那你可要记住了，抢走你东西的人是我。天元派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尽管来找我，千万别找错了人。不走吗？都看清楚了吧？前辈，你有什么习惯吗？比如翻书时用食指，喝酒前转一下杯沿，这些都是习惯。我想，我对白师兄也是习惯。我习惯了总瞧着他，小时候拿他当榜样，长大后拿他当面相。可这习惯很难改。现在改还来得及。他这个人，心思不纯，做事手段不干净。你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，不如从现在，好好的想清楚了。我没有了。真的？现在真没想了。你敢说你以前没喜欢过他？我就是一点点。只要他是天元派掌门首徒，也不可能喜欢我。我也就心里想想，什么都不敢做的。你这还叫什么都不敢做啊？我做什么了？你有了心上人啊？你想借我的死，去除掉你命中的煞气，好让你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对吗？我算了。来，这些给你。哎，我不要了。我这几天思来想去，觉得这不朽丹未必是个好东西。为什么？自苏神医开路消息传出，道中县门齐聚崇灵谷，
你看这短短数月，闹出多少风波？这玉牌上沾了太多人的血，实在是。结局难改，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能有万全之策吧。我倒是没想着什么结局，什么未来，只是想着，长生的一个没见着，死人倒是见着不少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陆前辈，苏神医真的能造出不朽丹吗？那吃完真的能长生不老吗？师父，时辰到了。准备燃香，计时。是。焚龙沙化骨，至少要3个时辰。为保期间药效不变，需持续添入新药。许长寿，你亲自盯着沙池，若药效淡1分，就立马添药，不得耽误。是。马良，龙玉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备好。龙玉与他骨质软硬相近，你守在这里。若沙池中龙玉不再消融，或有其他异状，即可叫我。请师父放心。战鬼人骨中石髓，最能抑制痛感。如今他全身筋骨打碎，石髓也会消融，恢复痛感。剧痛会逐层叠加，你看准时机，用东西勒住他的嘴巴，以防他咬断舌头。是。师父放心，我已经备齐了诸多的吗啡散、威灵仙，随时可为师祖镇痛。不够，远远不够，这可是缝骨碎身之痛，你可体验过？与其相比，百毒穿肠、切腹刮骨、拔牙剔筋，都不过是蜻蜓点水，不值一提。他活至今日，尚不知疼痛为何物，出经磨难便是如此剧痛，铁定是要承受不住的。师祖的骨头已经全都碎了，我们用皮绳勒住他的口齿，以防他咬舌。怎么还叫得出声？难道脑袋没有进到沙池中吗？头骨不是骨，还是头骨不消化？知道了。求你给我忍着点儿，别以为做人就容易。贴药。是。
哎，仙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生病了，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？我没事。陆前辈怎么还没出来？你们把他带到这儿来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师祖他正在治病，你放心，崇灵谷最好的大夫都在里面了，还有师傅亲自看护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回吧，仙姑娘，再有2日就要召开品丹大会了，多少要回去准备一下。回吧。焚龙沙化骨至少要3个时辰，为保期间药效不变，需持续添入新药。许长寿，你亲自盯着沙池，若药效淡1分，就立马添药，不得耽误。是。马良，龙玉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备好了。龙玉与他骨质软硬相近，你守在这里。若沙池中龙玉不再消融，或有其他异状，即刻叫我。请师父放心。战鬼人骨中石髓，最能抑制痛感。如今他全身筋骨打碎，石髓也会消融，恢复痛感，剧痛会逐层叠加。你看准时机，用东西勒住他的嘴巴，以防他咬断舌头。是。师祖，您醒了。这不是兽骨，我换了谁的骨？师祖，事已至此。苏太乙呢？师父他们都在九绝洞，今日不朽丹出炉，师父有话让我跟你说。我从一个身份低贱、以取于人的幽灵，到如今名震天下的神医，全是因为有幸认识了他。于是我就在想啊，我一定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缘。既然传承了这份医术，就要做出大事来。我思前想后，这世上还有何事能比使人长生更大呢？于是我就忤逆了他，建了这座崇灵谷，一意孤行。事到今日，不朽丹虽然好，可是它来的不合时宜，反成了祸患。你们看看，来崇灵谷换药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给他们吃了不朽丹，对世人又有什么好处？这场长生大梦，是时候该醒了。
心是好的，这不该怪您。如今师祖也在谷中，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都多大岁数了，不能因为闯了祸，什么事儿都让师傅来善后吧。我这一生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做人做到糊涂，唯独这一身骨头还算硬。皇帝老儿面前，我都是抬头挺胸的做人。这副骨头还给师傅，他不吃亏。家淮南载誉，三载为坚强。好词，好曲，好歌，好啊！师父，师父，傅神野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帮我转告他，让他就如了我的愿，带着我这身骨头去重新走一遍人间路吧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，您在做人之路上不轻松，越往后力量越弱，在外行走，您要格外的小心。果然是年纪大了，都快要死了，还这么唠叨。他还说，案例临了了，应该给师祖您磕个头。可是您睡着了，这头也就免了吧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
喋喋不休的沙月，摩登岩桥那片薄雪，白了少年。别哭了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谁哭的时候好看？你不许嫌弃我。走吧。手心烧毁，毁人间，这残局该由人来收灭。外面是什么声音？啊，师傅的灵柩就存放在长生殿，这声音应该是从那儿传出来的。师姐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煮点东西吃。我不饿。前辈是要去长生殿吗？对。我们一起。师父他平生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，多少年来为列位仙门炼制了多少丹药啊！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，你们怎么能如此放肆呢？放肆？哼哼！我等为了支持苏太乙炼就这不朽丹，可谓是倾囊相助。若无我等，何来如今的崇灵谷啊？他现在倒好，两眼一闭，死的倒是干净。留下这个烂摊子，谁来接手？总要给我们的付出有个交代吧。不朽丹呢？人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前辈，我师父尸骨未寒，现在实在不是商量此事的时机，不如我等将师父的后事安排好，再给各位一个交代，如何？不行，从即刻起，崇灵谷闭门封谷，谷内所有的丹方药材、书籍，以及苏太乙的手札，甚至是谷内的每一张废弃的草稿，我们都要带走。3代、4代弟子关押待审，2代弟子同苏太乙的尸体随我回天元派。你敢？有何不敢呢？之前敬着崇灵谷，就是因为苏太乙这条老狗还活着，我们都信了他的鬼话，还真以为他能炼出不死仙丹。你们这些软弱无力的凡人，还想反了天不成？长居归美，天地同辉。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，同往我这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你是何许人？谁引进来的？试问诸天是什么为？不作悲，我不悔。你我之间重现日月，万人天地归。你是谁？跟苏太乙是什么关系？告诉你们背后的人，我叫陆千桥，是苏太乙的师傅，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来找我。但如果有人敢打崇灵谷的主意，我会灭他满门，一拳不留。滚！我们上传顺传，走着瞧。与皆共悲，上天谢罪，无限把民间重现。要不是他，我只愿作为这天位。
师傅，您老一路走好，在下面少喝一点酒，要不了几年，弟子就下去伺候您。师傅，那位常年留在谷里的琴师突发恶疾，昨夜去了。您生前最爱听他弹琴，一起上路，不会孤单了。骂爽了吗？要是没消气儿，您就接着打，打到消气为止。你就不能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儿吗？再有几日，你的药效就会发作，你就能换骨了。到时候你就离做人更进一步了，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儿，什么也不管吗？看，有河灯。百姓们知道师傅走了，都想来祭拜，我派人给拦下了。他们知道师傅的坟就在河边，有人从昨夜起就在放灯了。准备回去了。已经出来很久了，此间事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呢，陆前辈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去北乡吧。陆前辈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当然了。我们新协庄在天元山山脚下，靠近燕州城，紧挨着鄱阳湖。我师父名头大，附近随便打听，谁都认识。陆前辈知道天元山在哪儿吗？知道。如果你从北乡回来，若有闲暇，可以来找我啊。我们那儿山脉众多，重峦叠峰，风景好极了，而且不同于天元山那么干燥。我们新协庄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美食也多。我最喜欢吃我们燕州城的羊肉粉，如果有机会你来，我一定带你去吃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一定。师姐，上船了。要一起吗？我还要等我一个朋友。北乡路途遥远，前辈一路保重。一路保重。这众望的前途有一个雾，又见人间霜雪，不忘了众生疾苦，菊花烟幕气海敢在乎，几间壮义如土，有几个是不顾，我偏不惧黄土，独行一步，只为见长寿之途，也能与万民同度。我不怕与仙归结履繁木。还看呢？人都没影儿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给小苏上过香了？去了，还在他坟头浇了2壶从方外山带回来的烈酒。若他泉下有知，想必会很高兴的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坏的。我去了方外山，但是没能找到换血的神器。那好消息呢？我平安回来了呀！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想在崇灵谷休养一段时间，还是继续去寻找能换血的法子？已经找到了。阿欣，我们谈谈。是要回宗门了？
数日前，京城发生了一件大案，一仙门女子为亡夫洗冤，连杀了4名朝廷官员，引得12家仙门数道追击令并发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终还是翻得了这桩旧案，沉冤昭雪。这些你都跟我说过，我也给过你答案。那好，你无辜被人报复，众延绥术后又险些丧命，没想过原因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不妨直接一点。我想说的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会被人下了咒术，因为有种术法会抹去人的记忆。见了救命恩人连个招呼都不打吗？我们认识吗？嘿，你这人真是，上次如果没有我，你还有命在吗？上次是我一剑劈死了那只蜈蚣精，救了你，忘了？白师兄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。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那我该去哪里找答案？或许危险。多谢，告辞。你是谁？别反抗，别叫。你认识我？啊。接下来我问你的问题，一五一十的回答我。好。这个人叫陆怀。哎。你会画像吗？我会。把这个陆怀画出来。哦，好。师姐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是崇灵谷前我去过京城，当时就猜到了一些，只是一时无法确定。他为什么要骗我？这就要问这位陆前辈了。这个棺材啊，是我在中原买的，本想着带回北乡，待我100年之后葬在里面，入土为安的。可是我们老家有个规矩，这个棺材不能空着走，不然会有不干净的东西住进去，必须得找一个阳气旺的人一直躺在里边押运才行。这么晦气的事，他给你多少钱？不要钱。啊？他不给你钱啊？酒馆够。要么说陆大侠仁义呢。哎呀，他叫你陆大侠，你姓陆？对，陆千强。哦，方红一刀是我行走江湖的绰号。哦，那以后我就叫你陆兄了。随便。那位楚英兄弟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他有事要忙。陆兄，我还是想不通啊，你帮他不收酬金，只为喝酒？我前段时间受了点伤，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又有急事要来北乡，本想着和商队搭伙入乡，没想到却碰到了他们。其实这个棺材挺舒服的，你如果累了，不如进来躺躺。啊，多谢你关心，倒是不必了。你呢？为什么要来北乡？我，一言难尽。我这一路上吃的苦，比这地上的沙子还要多。哎，这帮穷鬼没给我酬金不说，路上吃饭还要花我的钱，钱花光了，就给人当力工赚银子。想我梅山君在江湖上也是叫得上名号的风云人物，竟然沦落到靠力气吃饭。啊，
看他们那副穷酸样，穷得叮当响，还顾护卫，也不知道谁要接他们。你想知道些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接近我有什么企图？名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姓陆，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你多。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对你绝无恶意。那日他将重伤的你带回客栈，没日没夜的照顾。新姑娘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起码他对你很好。师姐，师姐，啊，趁热吃。哎，那个已经糊了，你也别吃了。没事儿，我就喜欢吃这种。师姐，我刚才去了附近的村子，花了一些银子，让他们绘制了北乡的舆图。去北乡共有3条路，只有1条官道供来往的货商行路，就是南边这条路，但路程远了些，还要连过2座山壁。北路倒是路程短些，却都是些沙土小路，不大好走。还有1条西路，路程比北路长些，但可以搭上一半的官道，相对好走。行，那我们就一路西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前辈，这是你亲自做的？对啊。新鞋庄新梅，不知前辈名号？陆千桥，万千之千，乔木之乔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我便不会让你死，不需要你刀山火海的闯，早日学会了鱼戏术，能省掉我不少的功夫。陆千桥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老夫的啊，哎，是老夫的。来给。发带如线，连接因果。既然落到姑娘手里，就说明我与姑娘有缘。老夫送姑娘一卦。啊，不必了，我不信这个。哎，信不信是你的事儿，算不算是我的事儿？我没钱给你。我们洞庭山风道人门下弟子，只讲缘，不论钱。你干什么？橡树啊！下面拧眼睛看就行了。是橡树，不是相面。橡树囊括很多，包括面貌、五官、骨骼、手纹，都是橡树要考察的一门。相面虽然可以看命运吉凶，但是姑娘红鸾星动，红鸾星落于眉骨之上，眼波流动，可探光辉。如果老夫所猜不错，姑娘的红鸾星中有树影，此人一定跟乔木有关。眉骨生凉，中间一点凸起，姑娘心中正在思念一人，而此人与姑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你对他的感情相当复杂，
而且此人与老夫也有很深的缘分。姑娘要想找到此人，太过艰难。不过，姑娘放心，姑娘有红鸾星庇佑，但有所念，相见之人定会相见。我已经封住了他的手臂静脉，但这样只能延缓毒素的蔓延。想要彻底解毒，还是得用药。需要什么药？降龙草。这荒郊野外的，上哪儿找去？降龙草一般生长在沙漠的阴暗处，石壁下久不见光的地方，最容易发现。长什么样子？水烧好了，好，放到。我这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和你同去。哎呀，还是我跟着去吧，毕竟我认识的草药比你们认识的多一些嘛。行啊，在这点我呢。我去吧。你们笨手笨脚的，再被蝎子咬了，可没第二口棺材放你们。师傅去，我也去。老实待着，别捣乱。哎呦，客官，您这是要出远门了？那个棺材已经给您放到后院里去了，这个费用您是不是需要结一下呀？哎，别找我，我就是个出苦力的。去里面找那副书呆子。你，呸！穷鬼一个，脾气还不小。就是，切，看，眼瞎呀，不知道把门关上啊，等着咱们俩吃沙子呀！快去，快去！哎，掌柜的，又来客人了！又来客人了，这次没有棺材了吧？客官里边请，请。请。哎，这边。客官，请坐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给客官擦干净啊！快！哎呀！这一次绝对是干净的，请坐，请坐。真人啊，自从我家老爷搬进新宅，每晚都做噩梦，时常还会听到女子的哭声，怀疑是碰到了脏东西了。哎呀，要不说你怎么找对人了呢？我们钱真人那是师承洞庭山风道人，最擅长的就是唰斩妖除魔，逢凶化吉。哦，看到后面那人没有？看着像个人，其实他不是个人。他是黑风山成了精的猪妖王，吃人的。受到我们钱真人的感化，自愿跟随修行，哎，化成人形。失敬，人畜无害啊！哎，所以呀，你们家老爷子事儿呢，只管交给我们钱真人。好，唰斩妖除魔之外啊，再帮你们看看风水，保你们家老爷3代，好吧，5代平安。那就多谢了。好说。好。完了，算错了，同行之人怎么会是仙门的人？银子呢？在这儿。
这个是我的。还有，以后别再让我抓到你们骗人。没算错，是个贵人。还好，不是天元派的人。这毒来势汹汹，不知道能不能挺到他们寻药回来。吕大哥，不会死吧？这不好说。你们能不能盼我点好？真是了，陆大侠，你真是医术高明。来，让我看看。毒素只是暂时抑制住了，但想要彻底的解毒，还是需要降龙草。在这之前，不能给他喂任何的东西吃，只能喂一些少量的清水。我记下了。没有啊，客官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住店哦，把你们这儿所有的上房都腾出来。哎呦，真是不凑巧，小店呢一共有2间上房，这其中一间呢，这也已经住人了。那就让他们滚蛋。这恐怕不合适吧？别害怕，我们这位法王可是最讲道理的。你不妨和他们商量一下，万一他们也愿意呢？那我就上去问一问。问问。屋里的几位客官，开下门。有一件小事想与诸位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楼下呢有几位贵客想与诸位调换一下房间，不知诸位可否？真是癞蛤蟆想去天了，想得美完的话，让他们想去吧，我们不换。哎呦，这位姑娘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！为了表示歉意，他们特意拿出了这些银子，就算是作为各位的补偿了。这不是补偿的问题，我们先来的啊！而且我们有人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。就这么点银子，也太小气了吧！换做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哎呀，诸位还是听我一句劝吧。换不是，换。哎呦，这位公子还是比较慷慨的，感谢公子。那给我们再准备一间房。啊，那是当然，诸位的房间早就准备好了，就在1楼。好，容我们收拾一下。没别的事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银子留下啊，银子哦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哎，这些银子你拿好啊。银子再小也是。看见徐母了吗？徐母金刚说房里闷得慌，要出去透透气。去找他，盯紧了他。是。今天不是瞧见我了吗？怎么不理我？你想干什么？
京城一别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来给你打个招呼。我们不熟。不熟？可是我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哦。比如说，有一位女修杀了鬼先生，引得碧水坛主报复，紧接着就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，灭了整门的口。那件事儿是你做的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怕啦！我若是想揭发你，我早就说了。痛快点！你带的那3个累赘，看起来可不像修行之人。如今到了北乡，你还懂得起来？做个交易如何？你帮我把文英那个大块头杀了，我保证，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。就只是这样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想让你帮我找样东西。说来听听。蔽日幡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天底下还有银子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我用50两换你的上房。不换。那就100两，买你的客栈。100两，那好像不太够啊。不太够就是有的谈。200两。银子是好东西啊，可就是怕你有命赚，没命花。住我那间房吧。妖女。兄台。我记得你姓陆，这样，以后我呢就叫你陆兄。陆兄，你是为什么来北乡啊？是替崇灵谷办事吗？你呢？来北乡做什么？啊，我爹啊，让我来收拾一伙入魔者。入魔者？没错，叫一个无双会的邪宗组织。这个组织前些日子偷了我家的藏经阁，还打伤了我们家弟子。听说这些日子逃到北乡来了。陆兄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啊，听说这伙入魔者在筹备一个大计划，这事儿如果办成了，那可全不好办了。哎，你身后这些是你朋友啊？啊，对，我朋友。啊，在下灵髻山少宗主林慕寒，见过各位。哦，幸会幸会。灵髻山，仙门仙门。我这兄弟向往仙门，一心想要修行，可没这灵根，注定没这福气。什么？不如我们把他抬到隔壁，不影响2位叙旧。对，走，走。陆兄，你这朋友看着伤得挺重啊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慎被毒物咬了，已经有朋友去找药了。药？你找我要啊，我带了养元丹。哦，不用了。哦。不过，你怎么和这个妖女搞到一块儿了？我这个妖女要走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什么约定？没什么。唉，相识一场，我还是得提醒你啊，他可是青红教的8大金刚之一，看着人畜无害，实则性子乖戾，心狠手辣。你想想，能在青红教这种地方活下来，那坐上那个位置，他能简单吗？不行，你还是太善良了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呀。我知道。唉。
询问我最初究竟心所图何物，等闲解每一步。我之前被人下了盐随术，饮水就吐，可是那天突然就好了。突然好的，哎，那就不用把脉了。谁知道是怎么好的？哎呀，能怎么好啊？运气好呗。嘿嘿，你就别想太多了。等陆千桥回来，他就会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好的了。盐随术只能由高阶位者向低阶位者施展，你的术法不高，没感受到也是正常的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我便不会让你死的。我最近有事要离谷一趟，不能来照顾你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经常练习鱼戏术，不能懈怠。我会的。前辈，你要去办的事危不危险？不危险。最可触，念可图，心不可辜负。我得找到他，我要见到他。陆大侠，常元的伤怎么样了？伤口化脓，毒素侵至五脏。如果在落日之前，梅善君和卢战英没有找回降龙草，恐怕他撑不过今晚。外面起了黑沙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，就怕他们找到了降龙草，也找不到回来的路。不行，我去找他们。哎呀，你快不要添乱了！外面风沙那么大，根本没法行人。你去哪儿找人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寻到了，寻到了，降龙草寻到了，看看够不够。取物前煎药内服，3碗煎成1碗，再去煮一些捣烂，敷在伤口上。好，我去。我一起。请用茶。仙子找我有事。曾听你说，少时拜入洞庭山，曾追随风道人学艺，此事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只是仙子你不信。战鬼族中有一门叫做降临的术法，可以隔空控制对方。据我所知，风道人也有一门与之相似的绝学，名为传神。只要见过一个人，就可以施展这门秘术，将精神和意志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与之对话。那这个你会吗？会啊。爱情水喷。我来。再过2个时辰，他就能醒了。如果他出现任何的四肢无力、头晕恶心的现象，都是正常的。每2个时辰喂1次药，3、5天就能恢复。3、5天？要那么久？外面刮着黑风暴呢，要我说至少还得1天1夜，究竟持续多久还说不准。反正出不去，咱先住着呗。这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，我的雇主啊，不是和你说过吗？外面那些仙门中人是来抓你们的吧？
我们不认识什么仙门中人，也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你们身无分文，却雇梅山君一路护送，你们在怕什么？以梅山君的性格，一定会告诉你们，他的武力是江湖高手榜第2。之前遇到马匪的时候，你们人都没看到就落荒而逃。面对灵迹山少宗主，你们得知他在抓捕一伙盗窃藏书的入魔者时，又在慌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仙子，仙子，该醒了！仙子，仙子，成了，找到了。陆前辈，陆前辈，谁？谁在里面？是我，新梅。你在哪儿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你识海之中。陆前辈，请来与我一见。哎，你为什么在我的识海里？我用了传神之法，从识海里走过属于陆前辈的门，就来到了这儿。传神之法，在你的识海里，有成千上万道印记。想要找到专属于我的门，难如登天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只是想试试看。起初也很难分辨，但我体内有一条血线牵引，顺着那条血线，就找到你了。你是战鬼族和人族的混血，身负5不全之症，想要摆脱神法转生成人，须得过5关，换皮换肉换骨换血换心，每一关都是生死一线，须得找到至亲家人，同你结下血契，在识海之中连成一线，方能在你濒死之时借你一线生机，助你死里求生。你没有亲人，所以得找个人成亲，同你结下这血契誓约。你找我做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陆怀，陆大人。这样，我也没想到，和你在崇灵谷再次见面了。所以我从平安客栈醒过来，根本不是生了一场大病，而是被你抹除了记忆，对吗？对。我不明白，你明明术法那么高强，在崇灵谷的时候，连天元派的藏风子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可当初你为何要深陷囹圄，甘愿受凌迟之死？你明知自己不会死，又为何要与我成亲？很抱歉，我有自己的理由，不能告诉你。就算我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可我只是区区一个筑基期的修者，不会拿你怎样。你为何还要消除我的记忆？为何还要继续蒙骗于我？我没有想要骗你。崇灵谷再次相逢也是个意外。我知道，给你带去了很多的困扰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，尽管开口，我都可以。还是不能给我一个解释，对吗？好，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说，你现在在哪儿？
水潭的事是你做的，你杀了贺瓦卜，不赶紧夹着尾巴躲回中原，还敢留在北乡，真是找死！是左莹莹告诉你的。哼，他想看你我相争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惜呀，他等不到，因为你很快就会死在我手上。挺壮个汉子，动起手倒挺婉约啊，这也不好听啊，你说呢？我不是有意和你为难，只是他们偷了东西，我必须把他们带回去受审。一条仙门狗，还敢犯我凤凰神神威！你给我死！这么的功夫，怎可能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火海间缘何时才能唤醒分身征讨不悔，手心照回回人间曙光，照亮穹天。功过荣辱，飞檐成茧。世人各执一面，染指心血，招致罪孽，非心所愿为，大道西为，归真为戒。可有人敢将生死作废？半息之间，心消魂灰，星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虐，
摩登眼罩，那片薄雪，白了少年再见。你说苦海渐远，何时才能还钱？了却无手对决，手心照会回人间，这残局该由人来收灭。来，陆兄，吃饭了。陆兄，嗯，陆兄，啊，你这伤势是不是又加重了？对了，我这里还有最后2粒养元丹，吃了它，吃了就有力气了。不用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，7月15。对呀，中元节。一会儿，你从西门出城，一直往南走，便是来时的客栈。我们这是要回去了呀？是你自己回去。是你抓我来的，现在要赶我走？我不走。羊血豆腐包来喽！什么两位，请慢用啊。陆兄，这个你必须得尝尝。这羊血豆腐包是北乡特色，这凤凰城的是最地道的，用的都是鲜羊血。对了，我在后院偷瞄了一眼，都是不足月的小羊羔，嫩得很哟。哎，那怎么没做熟啊？小二，这羊血没做熟啊！过来看看，小二，小二。喂，赶紧给我做份熟的！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给您换一份，给您换一份啊！人呢？天桥，你的嗜血正犯，去杀了他，你就不难受。你杀他们，就像他们随意宰杀一只鸡、一条狗一样。猫捉鼠，人食肉，这是自然法则。而我们生来就是要吃掉他们。动手啊，吸干他们的血，你就解脱了。动手吧，动手吧，动手啊！你身体好了，怎么来北乡了？中元节了，怕你嗜血症犯，担心你有危险。什么时辰了？亥时了。你这嗜血症每年中元节都要发病一次，但这一次比以往更厉害，越是心境不稳，就越难以自控。老陆，你得调养一段时间，莫要再与人交手了。还不行，追杀新梅的那个少年是洞虚修者，道行颇深，我看不出他的来历，总觉得不安。还有青红教又死了个法王。这笔账会算到谁的头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我这才离开多久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新梅知道了我的身份。所以吵架了。你知道？猜的呀。你刚才昏倒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念着什么新梅，什么战鬼的。哎，跟我讲讲呗，他是怎么对你的？他要杀你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战鬼人和人族本来就仇深似海，任何人知道了我的身份都是这个反应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事都是因我而起，责任在我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真应该让他瞧瞧你现在热心肠的样子，这哪有半点战鬼人的模样？哼！什么时候动身？明日。麻烦你叫这里的主持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问。
敢问公子，可是来寻瑶娘的？姑娘这么聪明啊！那这个忙我可就帮不了了。您瞧，这满楼的公子哥，可都是来寻瑶娘的。你一定银子，他一定金子的收着。瑶娘她也接待不了这么多人啊。劳您再等等，若是觉得闷，可以找别的姑娘陪您喝酒啊。只不过是想问几个问题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照这架势，1更天能见到人，3更天能说上话就不错了。兄台是第一次来天香楼吗？愿听兄台解惑。瑶娘是这天香楼最有名的舞姬，一支胡旋舞响彻北乡。虽然出身花楼，但却一身清白，从不以色待客。公子好眼光，我们瑶娘啊，不仅舞跳得好，酒量那也是1等1的好啊。是他遇上之线。风月之情，情比金坚，妙哉，妙哉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你走了以后，我伤势发作，昏倒了，被这儿的老板捡到，带了回来。刚刚我是喝了点酒，就被误认为是楼里的舞姬，才被推上台的。你一个堂堂的仙门修者，被抓来了天香楼。是啊，我又蠢又倒霉，我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，被人耍，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你干什么？给你把脉。不用。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认真的调养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要回中原吗？我师妹给我留了信，就不辞而别了。我已经派我的灵琴去找她了，我得等到她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伤？那里早就好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千刀万剐都能活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陆千巧，战鬼人里也有好人吧？应该有吧。仙门有邪修，人族里有恶人，战鬼人应该也有好人吧。仙妹，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是战鬼人，但我从小在人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那场战争。虽然我也杀过人，
但都是一些恶人。我在人族的军中服役过，当过芝麻小官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即便遇到任何的不公，我也从来没有滥杀无辜过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恨我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是战鬼人，是我族大敌。你骗过我，但你又救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抱歉啊。陆剑桥，你真的不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无双秘录原本共有46卷，皆是无双神女亲笔所著。后来许多阅读过此书的将士受到启发，又创造出了很多奇妙的发明，也全都补充在了无双秘录之中。天文历法、推演算术、降造诗文，一一记录在册，足有120卷。可中原的典籍已经断代了，无双秘录更是无处可寻，唯有北乡凤凰城的四合书库内还有保存。可以说，人族数千年来的智慧财富尽在此书中。可惜啊，可惜四合书库的规矩严苛，不让带纸笔进入抄录，只许观看，而且5年才开放一次，一次只开放10日。要想进入书库，也十分麻烦。麻烦？要想看到书库的书啊，就必须用同等的东西来交换。他们只要书籍字画，给钱都不行。那幅《落雁双飞图》就是我们入场的钥匙，可如今被小安卖了，又找不到买主赎回，眼看就要开门了，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。无双秘录一共有120卷，就算进去了，也不可能完全学会。那我们也得进去，毕竟我们不一定再有来世了。我们这次兵分3路，一共36人，一路人马遭受了伏击，现在只剩20人了。仅此20人，还不知能否有命回到中原。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孰是孰非，不是光靠嘴上争论的。我其实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，但若是一直停在原地，就永远也想不明白。所以大胆的往前走走看，也许还会看到一番新的风景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帮忙。或许只有进到那座书库，看到你们所谓的真经，一切的争论才会有答案。那幅画是不全先生吴不全的大作，他老人家早些年在皇宫执教，是当今天子帝师。那幅水墨画横贯当代，落笔有力，运劲如风，乃古今水墨画第一人也。只是他的墨宝世间稀有，大多数都被宗定帝收放在国库之中，唯有几幅流落民间，那也是千金难求啊。短短几日，想找到一幅画替代，恐怕是痴人说梦啊。画圣吴不全，我倒是有几幅他的画作。公子此言当真？实不相瞒，我非常喜欢收藏名家大师的画作。刚好那日游历京城，在一家典当行里买了3幅。不全先生一生作画不过50幅，皆是有名有姓有时间的。您买的是哪3幅？一幅洛溪山水，一幅白鹤南飞，一幅秋沙落日图。洛溪山水图，
不是在国库当中放着吗？另外2幅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国库里放的是横版，我手里的是竖版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反正明日此时，我会将画送过来，是真是假，自有分晓。兔子不是吃素吗？兔子都成精了，怎么不能吃啊？好，大家吃。哎呀！嘿嘿，来，一人一个，不打架。谢谢。这是李记熏鸡，凤凰城的百年老店，味道一绝。老头胡说，你根本没有吃过。小妖精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吃过？你哪有钱吃？要不你说这鸡腿是咸的还是辣的？那当然是咸的了。大哥，你尝一尝，看看老头说的对不对？我现在不饿，小安，你帮我尝一尝。谢谢。师傅先吃。有眼力见儿。但是鸡腿能吃，徒弟还是不能收。小安，你吃我这个。谢谢。大家一块吃吧，菜别凉了。吃。哎呀，这一路上，多亏了陆大侠和新仙子，要不是你们帮忙啊，我们呀恐怕都不能活着来到凤凰城。你们又送了我们2幅这么珍贵的画，这大恩大德，我们不一定能报得了。来，大家一起来敬2位。敬2位一杯。2位。我也保护你们一路了，怎么光敬他们不敬我呀？你是我们雇来的呀？雇来的，那倒是给我酬金啊！这一路上我苦没少吃，钱没赚着，还往里搭了不少。哎呀，不苦，菜里放点糖，甜的。甜的也是我。雷山兄弟没成家，这么急着赚钱，讨老婆？我们家就我一个，聘礼都省了，你说我合不合适？不合适，我没有打算成家，而且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大的。年纪都到了还不成家？没有遇到喜欢的。那更巧了，我也没有。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，把他们都吓着了？立场不同，自然少不了争论。其实我知道，你这么生气，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仙门，另一方面，其实你心里也隐隐认为，他们说的都是对的。我曾经在沙漠里看到过楼舟，那么大的船，没有水，除了飞，我想不到任何它会出现在北乡的理由。所以他们说的有对的地方，但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但其实，这并不是仙门好坏的问题，也不是人族好坏的问题。降帝让人族看到了机会，看到了一个可以拥有力量，不再依附他人的机会。可仙门一直以来为人族提供庇佑，自然需要他们的供养，所以仙门不允许人族脱离掌控，去到另外一条路上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是仙门和人族在争夺掌控这个世界的话语权。这样想的话，会不会舒服一些？不能，我觉得一切都有对错，是非善恶一定存在，只不过人们在用一些东西来粉饰它。可是现在的我，还是看不穿，想不通。从我入门起，我就想不通。你说，不让我们干预凡俗世界，那还让我们修炼一身本事有什么用？在崇灵谷的时候，我就想不通，仙门和人族为何会闹到那般地步？现在的事，我更是想不通。就像你说的，不如我们再等等看，往前走，时间会给你答案的。还是外面凉快。
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屋里又闷，当然会热了。那这也比徐德成凉快多了。这条街叫做凉丘，自然会凉快一些。这名字有什么典故？原本这里是一片荒地，因为来往的商贩喜欢在这里乘凉歇脚，所以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前面有一座西连山脉，山峰高大，绵延千里，挡住了大部分的热气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加凉快一些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称这里为凉丘夜街了。活得久真好，见多识广。这算是夸奖？当然了。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？来过一次，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反正今夜无事，不如你说来听听。也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就是这儿了。这都是你画的？之前来凤凰城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这间酒楼饮酒，当时酒烈兴起，便画下了这幅四序图。只可惜当时还没有换肉，眼睛看不清颜色，未能画下这人间烟火的全貌。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画堂的师傅总会将人生比作画卷，他们描绘人生的词语大多都是五颜六色或者五彩斑斓。我因为看不清颜色，所以一直未能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可你的水墨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不仅想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还想享受这个世界。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像这幅画一样残缺，我希望它有温度，有色彩。我想像一个凡人一样好好的活一次。我不想再嗜血狂躁，我要知礼仪，明善恶。我想要看到这世间的万千色彩，我也想拥有与这世界相通的一切感受，哪怕是痛，是伤，是怨，是哀。我还想尝出味道，我想将这人间美味一一尝遍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想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痛测我敢疯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。时隔这么多年，这幅画终于完成了。你的人生也会逐渐完整的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界冷暖容我。爱情怎么，被同心咒伤到的滋味如何？是不是很绝望，还想骂人？什么时候做的？
不愧是我夏玄子的女儿，够聪明，也够狠毒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行。今时不同往事，如今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你的命都握在我的手中，除了摇尾乞怜，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难道你会为了我殉葬，和我一起死吗？小阿尚，为父之前的确是看清你了，甚至在这100多个孩子之中，只有你是最像我的。但可惜，你还差了些道行。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，你会死吗？阿尚，快动手！我坚持不了他多久了。阿尚，快动手！快啊！成了。我就变成呼叫血手，逃出青鸾，既然苦与宽青鸾，救救我！每一笔愤恨长出我无声的匕首，不必对我宽宥紧靠，让我承受。我伤口走向深沟，自己的心中，终究出世来引火燃尽我不痛。我任苍天有眼怒照阳光，可谁来怜悯我？我任地深情百花一片春冬残落。是我不反抗，让我唯一选择。你醒了，陆前辈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有点疼。你伤得那么重，自然会疼了。既然醒了，不如先把药吃了吧。苦。怎么会苦呢？你又尝不出味道，怎知不苦？方子是我配的，苦不苦我能不知道吗？那好吧，我来吧。
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我一个朋友家。我睡了多久了？5天了。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？我去看了他们的尸首，发现他们中了蛊，一种很阴毒的蛊，一旦中了，一生都无法摆脱。有人杀了他们的命蛊，所以他们就死了。谁杀了他们的命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别担心了，有我在。对了，他们把画给毁了。你喜欢？你喜欢的话，不如我再给你画一幅。真的，太好了。以后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？称呼我？陆大人、陆前辈都不能叫了，我全名全姓的叫吧，又显得咱们不熟。你那些亲近的朋友都怎么称呼你？我和父母师父在一起的时候，年纪还小，除了楚英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。苏太乙叫我师父，楚英就叫我老陆。那以后我就叫你牵强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没有，我挺喜欢的，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那以后我就这么叫你，牵强。补了吧，我还得回新协庄，那儿有我的师傅和师妹。而且北乡这气候我也不太适应，太干燥了。也对，嫂子你还有仙门呢，不像我陆哥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暂时不宜露面。客栈里的东西我们不方便拿，我给你买了一些可以换洗的衣服，好吃的点心，还有打发时间的画本故事。来，试试。合适吗？真好。我不会煮饭，小沙的手艺也不好。刚刚我在酒楼点了几个小菜，伙计一会儿就送来。你如果饿的话，可以先吃点点心，垫垫肚子。太好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听见了？你知道我在外面？我好歹也是个修行者。你站那么久，刚开始没发觉，后来肯定发现了。那你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？当然不是。不过你听见了也没什么。你不喜欢北乡？也不是，我只是不想离我师父和师妹太远，尤其是我师妹，她很黏我的。我在崇灵谷的时候见过她，看起来很爽利的一个人。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她。我师妹她这个人啊，外表看起来是只小豹子，其实就是只小猫咪，很娇气，很可爱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你信我。我们新协庄可大，就我们3个人住。其实，新梅，我换完血之后，修为会大幅度降低，差不多相当于你们人族修者的筑基期了。我知道，
我也是筑基期嘛。换完血之后，我还要换心，到时候我会失去战鬼人所有的力量，变成一个普通人。换心，那会不会很危险？这个没关系，我还能应付。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了痛觉了，那换心会不会很疼啊？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过后我会变成一个普通人，失去力量，失去术法，你在修行界遇到的任何困难，我都帮不了你了。那我就不在修行界生活好了。我们回魏县吧，那是我老家，你也在那儿生活过，而且皇帝已经昭告天下，为你洗刷了冤屈。你都不知道，那儿的百姓现在奉你为青天在世，给你修祠建庙呢。还有陆小刀和陆九九，他们是你的义子，日子过得好着呢。如果你愿意回去生活，一定也会过得很好的。你是说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做个凡人，不再修行了？反正我也道心不稳，与修行一途，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而且我之前回魏县，见到了我那帮老朋友，我当时就想，如果当时没离开家，也许早就过上平凡幸福的生活了。心梅，谢谢你。陆千桥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你说。我是要带着我师妹的。可以啊。我还要经常回去看我师傅的。好。而且我想住在我婶娘的老宅里，因为那儿有很多我的朋友和邻居，很热闹的。没问题。他已经睡下了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没什么胃口。不饿的话，总要把药喝了吧？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好，还怎么照顾你师妹啊？走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奇怪呢，那几个人为什么会突然暴毙？原来都是因为你师妹啊。夏玄子是洞虚境的高手，又擅长用蛊，连你斗起来都难有胜算。更何况，他只是个金丹修者。你没看到他身上那些伤？你的师妹并不是一个轻易会向别人袒露心声的人，她能这样对你，说明你对她真的很好。你之前说，新鞋庄的弟子都是在平湖之战中死去的，那阿生是后家。阿生，醒醒！阿生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怎么都叫不醒他。不要！阿生，你醒了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师姐，咱们回新鞋庄吧，我想回家了。去年养在鱼池里的鱼，现在也该肥了。我想吃你做的烤鱼了。咱们回新鞋庄好不好？我讨厌这里，讨厌北乡。等你养好伤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大菜来喽！
我特意给你热了壶酒，辛苦了。也有小沙的功劳。哎，我那叫帮什么忙啊？我就是打下手而已。阿生姑娘大病初愈，要多吃点。这鱼是我宰的，你尝尝。师姐，你吃啊。哎呀，你也多吃点。谢谢师姐。都吃都吃。来，给你倒上。这什么酒啊？闻着好香啊！你想喝的话，不如给你喝。陆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凳子。九嫂，我再给你热一壶去。我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，你想算计我师姐？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，你想都别想。你知道我师姐心眼好，就故意装柔弱，扮成蒙冤受屈的样子，骗我师姐与你成亲。诡计暴露后，你又消除了她的记忆，假意接近，故技重施，又来一次。你现在一定开心坏了吧？觉得自己阴谋得逞了？装柔弱扮可怜，耍阴谋诡计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？身为夏玄子的女儿，可以从千岩窟那样的地方活着走出来，又孤身一人穿越大漠来到京城，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被几个小的乞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呢？小姑娘，在我面前，就别做这些没用的了。楼梯断了，我要烧上来了，怎么办？你背了多少卷？10卷。好，你背的比我多。你记住，一定要把无双秘录带回到中原，一定。哎呀，打开了，太好了！打不开啊，怎么办？找钥匙。快走，带着书快走！快去开门！跟我走，快！先救人！小心！快！
程远，程远。快走，来不及了！把书带上，这些书是程远他们拿命换来的。太过便宜了，就该让你们把人间的苦刑一一尝过，再剁碎了喂狗。去你的邪魔外道，去你的魔功法典，我去你的！我今日战死，亦不夺我天元派的威望。我辈子弟定会为我报仇，杀光你们这群！树库爆炸，燃灯的计划失败了。顾宏，带人守住要道。是。其他人兵分两路，围住树库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是。喂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哈，那群废物没能拦得住你呀！你也是入魔者，在崇灵谷就觉得你奇怪，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见不得光的身份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，解释啊！啊！今日有我在，别想动他们分毫。不能走，好多东西都烧没了，我们得把丢掉的东西抄下来，要不就记不住了。18卷在谁手里？王三公，93卷，93卷在谁手里？93卷，在我这儿。93。104卷，104卷，在这儿。71卷，71，被烧了，只剩半卷。谁能摸？我能摸。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只不过是个凡人啊！凡人？你是飞升9重了，还是仙女生的？2条腿还在地上站着呢，高贵什么？不自量力！内山台下，快，带着书走！不愧是连你也忌惮的高手，当真有些本事。
陆兄，先进去，守好门。好。这些入魔者有些手段，我们被暗算了，不得已使用了雷火符，还是让他们给跑了。他们都在茶馆，兵分4路上前围攻，毁了魔宫法典，绝了魔族复生之心。是。仙门办事还不退散？四河蜀口是北乡圣地，即便你有什么问题，回去找你们知州大人。若再敢上前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有了，救不过来了。我们都吃了醒神丸，这东西吃多了，伤到了心脉。这是做什么？梅山大将，你对无双会的恩德，只能下辈子报了。为了人族的未来，你一定要把无双秘录带回中原，一定要带回中原，拜托。功过荣辱，飞檐成茧。世人各执一面，燃指心血，烧至罪孽非心。所愿为大道西为归真为戒。梅山大将，快走！有人看再不走，仙门就追来了。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心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孽。莫等眼照那片薄雪，白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祸害渐远，何时才能还血？粉身征讨不悔，手心交汇，回人间曙光，照亮穹天。书中有路，可行天，何必蓬莱海上仙？我自乘风归去也，世事沧桑，总变迁。导致罪孽非心，所愿为大道西为归真为戒。可有人看将生死作废？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心火就此燎原。你
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了却无手对决，手心照会回人间，这残局该由人来收灭。潘世杰。他吃了醒生丸，那是什么？一种可以瞬间唤醒脑力的药丸，可一旦服用多了，便会遭到反噬，心脉尽损，必死无疑。梅山君，别管，有危险，别管我，快走！终于等到你们了。阿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，铁人派的人追来了！快走，驾！就在前面。驾！撤！真是难杀呀！一群蝼蚁，本该藏在暗沟里蜷着过完一生，却偏要钻出来，惹本座不痛快。你们本该是本座一脚就能碾死的东西，竟苟延残喘的活到了现在。今日不将你们扒皮抽筋、尸骨烂肉，如何能泄本座心头之恨？我原本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但我一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存在，就好比阴沟里的蛆虫，看着就恶心。你不死，我怎能甘心？
教主，新梅出事了。不是说用无根果入药吗？为什么没有效果？为什么这么凉？莹莹，吩咐下去，以后用沸腾的开水配药，等温度触手微烫的时候，再给新姑娘服下。是。陆少友不必着急，新姑娘不出半月，身体便会好起来。新鞋庄教不好的弟子，便由我来替你师父清理门户吧。就凭你！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没人，中计了。人呢？师父，你干什么你？撤！这里埋的是一位姑娘，20多岁，看上去有点俊俏，使着一把刀，连同这把刀一起埋了。我是觉得你有眼缘，我想与你成为朋友。即便我是战鬼人，即便你是战鬼人，你还是带新梅离开这里吧，因为这里的月亮不够明亮啊。
他的灵根被挖走了。陆小友，你是迷了路啊，还是不小心闯进来的？你在猎杀仙门弟子啊？怎么，被你发现了？只许仙门的人烧我四合书库，屠戮凡人，而我不能还手，为鱼为肉，躺在案板上任他们宰割，才是对的吗？可卢战英是无双会的人，你如果站在人族的立场，就不应该杀他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他已经有了灵根，今日在无双会，说不定明天就会投靠了仙门。难道青红教就不是仙门？青红教与他们不同。不同？如果说不同，你比他们更加善于伪装。你先用无双秘录为饵，吸引无双会前来，又以无双会为饵，吸引仙门前来，好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做这些都是为了夺取灵根，可你为什么要将我和新梅单独留在纸坊？你有什么意图？我的确有些事情对你隐瞒，但有一句话，我不骗你。陆剑桥，我真的很想跟你成为朋友。想跟我成为朋友？满嘴谎话！小猪小心！找到他。是。新梅，都给我仔细找。是。罗路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新梅不见了，来不及了，先走了再说。爱情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师父怎么会死？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？这是我立的碑。如果是我立的碑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啊！老陆，我……哎！进来呀。战鬼人的体质果然玄妙，感觉不到疼痛，伤口恢复速度也快。乔儿，不如我们再来试试，你的伤口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？吃饭了，我不爱吃，不爱吃也得吃。一会儿他又来打你了，不吃饭你挨不住的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会死的。为什么？我是他买回来伺候你的，你死了，我也会被他打死的。小鹿，你说咱们能长大吗？我家里穷，我爹欠了债，就把我卖了。他说等我长大了，就可以从东主家里逃回去找他。小鹿，你说我能长大吗？不知道。就算我长大了，我也不会去找他的。小鹿，咱们得活下去啊！小鹿，咱们一起活下去吧。
观主，该用药了。是你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小鹿，快啊！老陆，你都记起来了？对，都记起来了。我本就是块木头，是你给了我力量，让我得开神智，才感受到这世间的一切。当年你被往事所困，难以入眠，是我动用了术法，帮了你。我的力量来源于你，你强我强，你弱我弱。但可惜，现在你受伤了，我的法力就撑不住了，记忆也就随之解开了。老陆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封住自己这段记忆呢？段仙英对你并不好，他是个邪囚，收你为徒，只是为了利用你得到战鬼人的断体之法。他这种人，杀了就杀了，何必内疚啊？不是内疚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撒谎了。人族总喜欢问一个问题：你从哪儿来？家在何处？那时候别人问的，多数是这个。可是我从哪儿来呢？我的家又在何处？我是战鬼族和人族的混血，父亲是人族的探子，一心想要灭掉战鬼人。母亲恨父亲的背叛，想要连我一起杀了。我夹在中间，算是哪边的？一个没有来处、没有家的人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就像孤魂野鬼。所以你就封住了那段记忆，骗自己说自己来自北乡的流波观，有个对你不错的师傅。真是蠢。是啊，真的是蠢。这是怎么了？是小帆。救主！救主！这是什么？西门，师姐，师姐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他们没有挖走你的灵根。师姐想到办法了。九溪之术虽利用了五行之法，断绝了我们与天地灵力的感应，但此术只封印了我们的清气灵力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煌煌天道之中，又不是只有清气才能聚气成力。我若反其道而行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并清聚浊，化气为力？不错。不行，阿生有更好的办法。那就由我来以身犯险好了。我们几人之中，只有我达到了元婴期修为，所以若想并清聚浊，冲破封禁，我的把握最大。你们在争什么？天开地辟，山至川流，二气妙运于其间，一理并行而不悖。清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，重而浊的阴气下沉为地。气之盛聚处为运，气之生动处为玉，气之溶结处为胎，气之暂歇处为息。阴阳二气，则象征着一死一生，一清一浊。虽然相辅相成，相伴而生，可是修行途中，唯有并浊纳清，才能充盈本源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所以，言简意赅的讲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学无术。仙门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，吸收这里的浊气，以达到聚气化力的目的，从外向内突破封印，解除囚禁我们的九溪之术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可是这浊气无序无控，不慎沾染分毫，就会腐蚀灵根，导致修行无法精进。师姐，让我试试。阿生，我现在已经是元婴期修者了。有多少人这辈子都修炼不到元婴期？我已经很知足了。青红教居心叵测，不仅让我们身陷囹圄，还对陆天桥另有所图，所以我们随时都有性命之危，必须赶快从这里逃出去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起阵了。来吧。五行之身各有极限，二府之境妙而拟，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。起！何人有幸入教？王延青何在？虔诚教徒王延青在此，恭祝凤凰神诞辰之喜，恭贺我神与教主如月之好，如日之升。上禀凤凰神，也告诉在场的诸位。你是何人？教徒来自金丘王家，乃王家嫡传。你金丘王家过去出过修行者，也算是修行世家。据我所知，你王家一直隶属仙门，为仙门效力，而今为何要入我青红圣教？尊者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王家看似供仙门驱使，实则是迫于仙门淫为的无奈之举。他们残暴狠辣，根本不把我们当人，对我王家予取予夺，稍有迟疑，便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你家中何人被仙门所害？我的父亲
兄长皆被仙门所害，我们王家已经被仙门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今日之所以能寻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感受到了凤凰神的感召。我愿献出全部家资，愿教主垂怜，许我入教，给我指引，为我开悟。总有一天，仙门之人必将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爱情是你？很意外吗？哼，早就知道你这贱人有问题。平日里倒是藏得挺深，竟还压制修为。没想到你早就修到元婴了。我若不藏拙，怎能在今日取你性命？愣着干什么？等死吗？白师兄，我没事，去吧。我撑不了多久了，阿生。没守卫，死在里面了。陆天桥在哪儿？我们约定，我来救你们，由他在殿内设法拖住教主。就他一个人？白师兄，你伤势严重，先找地方藏起来，我们去帮他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天桥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很好。莹莹，我对你很失望。你从未抱有希望，又谈何失望？我不过是比他们清醒，早早看穿了你的龌龊勾当，不再受你的欺骗罢了。你宁可选择一个人人喊打的战鬼人，也不愿选对你视如己出的师傅，对吗？没错。你们都听到了真相，还愿意
为我继续做事吗？坚决拥护教主，誓死相随！坚决拥护教主，誓死相随！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为何还要追随他？无论我们与仙族如何争斗，那终究都是人族的内部矛盾。但他是战鬼人，是所有人的敌人，战鬼人都该死！你们帮助战鬼人，你们也该死！对，我们与战鬼人势不两立。他们只是选择站在力量的一方，谁让他们拥有力量，他们就投靠谁。仇恨仙门也罢，仇恨战鬼人也罢，不过是你们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。你的这几句话倒有些通透。小鹿，我既然知道你今天会来，能不做防备吗？保日尊者，早该如此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福天可是洞虚境修者，况且他的身边还有2位洞虚护法，3位元婴法王，教内的能人异士更是数不胜数。你拿什么杀他？我要的东西带了吗？这法器有短暂倒流时间之能，献祭自身精血，便可让身体恢复到过去某时某刻的状态。这是阿鬼的蔽日幡。没错，我稍微改了一下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个女人还教过你阵法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朱县长，翻去当先斗情切，不同天长街。我虽然是战鬼族，但我不想当战鬼人，我只想当人。为了我的愿望，换皮、换骨、换肉，我每成功一件事情，修为就会大大的降低。但我仍然很开心，我能看见这世界上五彩斑斓的颜色，我可以拥有痛觉，而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在真切的活着。不许进来！对，他还在生。大长今，我的天！老陆唤醒成功怎么可能？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为了当一个普通人，究竟付出了什么。你用他的术法，与仙门狼狈为奸，夺取他人灵根，蒙骗教众。小凡，你认错吗？凭什么认错？为什么认错？我错在哪儿了？人生来便有贵贱之分，贫富之别，仙凡之差。有的人高高在上，有的人却危如蝼蚁。我为什么就是
匍匐在地上的那一个，我不甘心，我要逆天改命，我要让你们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别说那些恶心的话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小路，我劝你清醒一些，在这人吃人的世上，太蠢的人活不了太久。这家店是凤凰城的百年老字号，羊血豆腐包更是招牌。新鲜的羊血，骨汤熬制，嫩滑留香。你以前不是吃不出味道吗？怎么这么了解？林慕寒说的。哦，羊血包来喽！您的，谢谢。慢用啊！喝多了。哟，这么讲究了？这显得我很不讲究。好吃！哇！你以前没怎么吃过好的，才刚恢复味觉就吃新梅做的饭菜，分不清好的和差的，也可以理解。这回吃过好的了，再客观评评新梅那桌白菜聚会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评评。哼，多得罪人呢。不过说实话，真的很不好吃。拙乃无序无空，你不慎吸入分毫，就会腐蚀你的灵根。孤阴不生，独阳不炸，万物来源同，天地本来通。纳气清为本，心静无始终。云卷云舒去，风来风止空。固守真元意，修使浊成红。浊气。暂时没有答案了，但你的修为，恐怕今后都无法再精进了。我知道，师父给我讲了。你知道，那你还……那当时情况危急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再说了，我已升至元婴境界，也没什么可贪心的了。倒是你马上要成为普通人了。他境界可比我差不少呢。是，你比我厉害很多，但有一个术法，只有我会，你不会。什么？把眼睛闭上。
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我也谢谢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可是，你之前不是还跟我说，只有楚英会这个术法吗？之前是只有他会，但我想起了一些往事之后，我也就会了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楚英是一个精怪，不是人。他是依托着我的法力存在，我的法力越强，他越能长时间的维持人形；我的法力越弱，他就越弱，而且他的能力跟我完全一样。那当初我离开流泊观之后，一个人在人间行走，太过于孤单，所以我就用术法注意陵墓修行，这就是楚英的来历。陵墓？那楚英是块木头？对，一点也不像啊。他的性格洒脱，跟我完全互补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吃太多睡不着。你刚恢复味觉，肯定吃什么都香。那也不能吃太多，啊！我看看。你好像还长了点肉。你一天不能吃太多顿，要不然对身体不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还没到中原呢，中原美食更多，到时候你该眼花缭乱了，更控制不住了。雕板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再有半个月，我们就能回中原了。那到时候你有什么打算？把抄录的无双秘录交给无双会，去崇灵谷换心，然后就四处走走。走走，想去哪儿啊？小苏离开之前，留给了我一本杂记，里面记载了各地的美食，我想边走边尝尝。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可是，我这次离开师门，的确太久了，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师父该不高兴了。那你师门那儿有什么美食吗？那可多了，我师门旁边就有一条美食街，里面有阳春面，有玉米饼、汆丸子，还有狮子头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呢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喜欢听你说话。非礼勿视啊！外面还有人呢。我知道。我其实也没什么事了。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明早见。明早见。明早见。师妹，早点休息啊。谁是你师妹？
芷渊，今天为什么要来逛街啊？你想买什么？今天是难得的好日子。包子，热包子，刚抽过的大包子。店家，包子怎么卖啊？8文钱一个，快您看，刚抽过的大包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不要了。这小娘子8文钱都不舍得花。你为什么不买啊？我今天没吃多少，没吃饱。我们等会儿去吃更好的。哎，你看那有个裁缝铺，你能不能陪我去逛逛？啊，陪我去看看。上别地儿看看去吧。仁寿，行。这件好看，喜欢吗？我也有衣服穿，不用做新的。两位客官好啊！要说裁缝啊，在城里就属我们小店是最好的了。那老板，这件我们试试。哎，好。试试吗？好吧。真好看，浑身贵气，风神内敛，特别像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。要是能再笑一笑，就更好看了。你是不太喜欢？喜欢，如果能再吃点好吃的，就更喜欢了。青菜了，好香啊！看呐，谢谢老板。新鲜青菜了，瞧瞧。哎，我们去喝羊汤吧，这里的羊血豆腐包非常的正宗。我们再看看，前面还有一家鞋帽店没看呢，我们再去逛逛，用不了多久的。用不了多久，就一小会儿。走。哎，老板，来碗羊肉汤。好嘞。这个怎么样？来试试。新梅，我现在是筑基期了，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我知道啊。我们吃饭吧。你饿了？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不饿吗？那咱们去尝尝。好啊。行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走。真的？这个是小牛皮的，声音清脆。你可以试试。这是老牛皮，声音。你确定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？对啊。这个，走，这个便宜。生辰吉乐！公主客官万事如意，四季平安，福星高照，大富大贵，身健如鸟，万事顺遂。万千纷尘，多彩多路，寿比天齐，1岁迎年，生辰吉乐。红一片叶，一眼望尽痴恨。开饭了。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。得失进退，皆当作千年容忍。失魂换骨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在完成5部全的命运之后，能在京城最大的酒楼，喝最美的美酒，吃最美味的美食，
虽然现在还没完完全全结束呢，而且这也不是京城，但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。祝君如花似叶，岁岁年年，共展春风。从今把定春风笑，且作人间长寿仙。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坐着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，痛测我敢风敢梦不败火，畅快一程。是一把好琴啊！一是好眼光，这琴弦琴身用料极为讲究，当得上昆山玉碎，芙蓉七路。行人怀往路，何以为我愁？独有营商酒，与子皆筹谋。抱歉了，李斯和李元素也是你们无双会的人，所以他们俩也是你们派去杀苏神医的。是。崇灵谷那名治病的琴师也是你们派的。苏太医早在10年前就不给普通人治病了，他不露面很难杀的，所以我们就派了琴师过去。你是苏太医的师傅，仙门不懂，你该懂。这世上能杀人的，不只有刀子。如果苏太医扛住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还有我身上藏有雷火弹，开炉那日，即便炸不死那群修仙者，炸不死苏太医，起码也能炸毁那炉不朽弹。你们做了这么多局，就应该对苏太医有所了解。他已经有了悔悟之心，而且太史前他们吃的醒神丸，也都是他给你们的。他的确帮了我们许多，但你们还是要杀他。立场不同，无可奈何。事到如此，只能同你们说声抱歉了。你对无双会有恩，若是想为苏太医报仇，那便来吧，无论是杀是剐，我绝无怨言。
苏太乙那么聪明，秦师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认可你们，但你们却不相信他。不朽丹事关重大，我不能用他的真心去赌人族的未来。走。如果你们成功了，你们能保证做得比仙门更好吗？你们的皇帝、你们的百官、你们的思想，都会是公正的吗？你能确定这世间不再会有不朽税这样的东西吗？也许吧，但那是未来的事。我们要先有入局的资格。阿生，师姐，要杀出去吗？与其却连风月，不如决然于苍山中天。绿刀剑是神念，是为不共身边。修为险，化飞燕，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。不怕迷雾遮掩，正义会太平面。你听怒浪滔天，多少哀怨得以平息，多少人不依不偏。指天文渊，不如我做红尘落脚的线，凭这一边，这就便对错正邪。天下为险，再让大侠权贵醉我今天。时间逃一个成全，我的黑暗一直狂变，直到瞬间在心一海，不舍能的像场风烟，挽救一个烟火人间。怎么了？你眼睛了？没有，许是赶路累到了，这几日都有些不适。没瞧出什么来。那等回新鞋庄，让师傅好好给你看看。嗯。哎，怎么没见梅山君跟你一块儿回来？我们遭到了天元派的追击，他驾着马车把追兵引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但我们约好了，若是活了下来，便在平安客栈碰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在平安客栈等他。嗯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皇宫里传来的丧钟，宗定帝驾崩。
当真的做到了这个位置，却只看到了四四方方的院落，来来往往的朝臣。这也很想出去走一走，可却怕丢了这把椅子。这把椅子，可是先生，你一路背着朕，踏过风雪，走过暗巷，经历了无数的阴谋算计、血腥与肮脏才抢来的。若是丢了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背着朕把它抢回来了。走吧。阿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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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阿生，阿生，你怎么了？虚惊。还敢来？化神期修者要见我，我不敢不来。你知道我的修为，还敢只身前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对于你，我躲与不躲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倒通透啊！只是有自知之明罢了。敢问前辈，此次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所谓何事？亏你还说得出这句话！苏太医这个老匹夫是你的徒弟吧？他借就炼不朽丹为名，欺骗我们多年，浪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。现在鸡飞蛋打，他死的倒是轻巧，欠我们的债该怎么算呢？各门各派付出了多少，崇灵谷早已记录在册。那日苏太乙突然仙逝，大家冤念极深，不欢而散，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，可以详谈善后事宜。今日我来，可以告诉大家，崇灵谷
不会欠大家的债。大家可以随时去崇灵谷查账，待账目查清楚之后，可以将自己的财货灵药悉数带回宗门。你在北乡和新协庄的2个孽徒，帮着无双会那些魔道妖人，残害我正派弟子，这笔账又要怎么算？在四合出库，我们双方确实发生了一点小冲突，但你们的弟子被青红教所困，也是我搭救的，一恩一怨，足以抵消。白宗英是当事人，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们想要问清楚的话，可以换他前来。怎么会这样此事？那平湖一战中，我族死伤的无数冤魂，又该怎么算？你这个战鬼族的余孽，还得清吗？你们果然都知道了。战鬼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人人得而诛之。可能你们还不知道，我的身体里留有一半人族的血。我的父亲是一位仙门修者，所以我的身体里同时拥有战鬼族和人族的血脉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人族游走，隐藏着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担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引来杀身之祸，导致2族交战，仇深似海。我无力改变这个结果。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我罪大恶极的话，我也无法辩解。我此次来，只有一个请求。这件事与新梅、与新协庄毫无关系。若有怨恨，尽管冲我一个人来，我愿一力承担。这是怎么了？金疮药、止血丹，再打一壶热水，快！快去，快去！他怎么样了？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撑不了多久。那得赶紧去找大夫。陆千桥认识崇灵谷的人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崇灵谷。我费了师姐的气海，刺穿了他的心门，就算能坚持到崇灵谷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是你伤了他？替我照看好师姐，我去就回。你要去哪儿？找人救他。啊！你之前的修为停滞不前，所以想和我一起回魏县生活。现在你是元婴期的修者了，想法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我还是想跟你回魏县生活，而且我都想好了，你不是医术好吗？咱们就开一间药方，日生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你治病救人，我就在旁边给你打下手。如果修行界发生任何的大事，可能会危及很多人的性命，你会出手吗？会，
这么肯定？作为修者，我这身道行来自这方天地的馈赠和万民的供养，不能只知索取，不知回馈。而且，守护世间的安宁，本就是咱们修者的天职。所以，无论修行界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独善其身的。我明白了。你不是要做个普通人吗？要这蔽日幡还有何用？此次会中原，福祸难料，这东西或许能用得上。这蔽日幡乃邪修所炼，专靠吞噬精血激发能量。你之前以战鬼之血献祭，虽然打败了教主，可你这一身战鬼之血也被抽得干干净净。日后若是再用，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也会大打折扣，只怕还会遭受严重的反噬。我知道。师兄，师兄，今日新学的那式剑法我没太看清楚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学的时候不用心，现在知道急了。明日周丹石桶水，我去教你。多谢师兄，我明日肯定好好学。我还在想，你怎么会因为害怕我而自投罗网？你果然是为他而来。之前在青红教，小凡让我帮他翻译战鬼族的卷轴，现在看来，应该是为你准备的吧？你为什么要暗自培育剑木灵种？你想登天？哼，不只是我想吧。这世上所有的仙门修行者，谁不想呢？难道你不想登天吗？你是战鬼人，谁不想登天，你都该想啊！你怎么就会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你的同族在苟延残喘，过着和你一样的生活？你就不想登天，让天上的神灵去除你身上的诅咒，然后再问问他们，为什么把你丢在人间，不闻不问，过得如猪狗一般？但我绝不会用别人的性命来铺自己的路。虚伪至极！你明不明白？战鬼人也好，有狐族也好，12仙门也好，凡是以灵气修行的，我们才应该是一路人。一路人？你身上穿的衣衫需要蚕农精心养蚕、抽丝，需要纺织女工耗费几个时辰才得此一件。你们吃的灵米，1亩地才能得1小碗，还有这观雨台，要耗费多少工匠的心血才能完成啊？你说我们是一路人，嘴上说是一路人，但你对他们的依赖、压迫，你就像寄生虫一样，靠着吸食那些你看不起的血肉而活着，找死！就知道你会用这招。
白师兄，白师兄，我带你离开。若是在你全盛时期，我还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放着战鬼人你不做，偏要做人。你难道不知道做人会死的吗？你怎么跟我斗？新雄，你答应过我，以后不再踏入天元派。5日前，一封书信送进了新邪庄的大门。此信乃是我的弟子新梅所写，信中将北乡一事尽数言明。我知晓了青红教的来龙去脉，便对你有了疑心。可我又不死心，我不愿意相信当初那个心怀苍生的李莫夫变成现在的模样。于是，我便连夜赶到了天元山，想要亲自查明事情的真假。我在天元派守了4日，也未曾见到你的错处。我本打算离开，我已经打算离开了，可却偏偏在此时，你露出了马脚。你不该来的。哈！我不该来，难不成我被你蒙骗一辈子吗？当初你不知在何处得到了剑木灵种，种在了关羽台，欲将其催熟长成。我不答应，可你却说绝不以人命为祭，只是让剑木灵种吸取天元山的灵气。好，我也答应了。于是，我搬离了天元派，在山脚建宗立派，为的就是要牢牢地看住你，以免你走上不归之路。可是我盯得不够紧，还是让你犯下了丧尽天良之事。我李莫夫做事，桩桩件件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！仙门刀俎在上，这世间为剑木灵种而战死的万千亡魂在上，你敢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句问心无愧吗？当初你也参加了平湖之战，在战场上奋勇拼杀，你也见证了如此惨烈的状况，你为何要如此啊？凡世间大事，哪一件没有流血，没有牺牲？师弟，你今日骂我怨我，可待到来日剑木长成时，恩泽惠于天下，你便知道我今日的选择有多正确。师兄，你已走上了歧路，再无回头的可能了。今日我要兑现昔日的诺言，亲手取下你项上的头颅。西雄，我念在你我同门的份上，对你处处手下留情，是你逼我的。前辈！
师兄，师兄，师弟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满意？你死了我才满意！师兄，都是同门师兄弟，不至于下此死手啊。你们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他培育剑幕天梯，你们早就知道。如若不是我今日发现端倪，你们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倘若早让你知道的话，你怎么会让我把剑幕灵种带回天元派？莫夫师兄说的不无道理。剑幕天梯重开，对我们修仙的人来说，那是大有好处的。师兄，不无道理，好一个不无道理！我现在就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让各大仙门，让天下的苍生来评判评判，你培育剑幕灵种，吸取人命，究竟是何道理？站住！怎么，你要杀我？师弟，此事乃我一人之过。若是因为剑幕灵种引来天下人围攻，导致我天元派覆灭，我李莫夫百死难赎。倘若师弟执意将此事宣扬出去的话，你亲手杀了我吧！都是自家同门师兄弟，有什么事情是说不开的？你我之间非要走到如此地步是吗？剑幕灵种乃是天下修行者的生路，既然它在我手里，我绝不能退。师兄，你放下，莫要伤了自己，有话好好说呀，师兄，师兄。我答应你，不将此事宣扬出去，但你也得与我击掌为誓，培育灵种，吸取灵气，不得越过天元山一步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第二件事，我要搬离天元派，新梅也得跟我走，我要自立门户，从此以后，与你，与天元派再无干系。师兄三思啊！好，我也答应你。自今日起，我绝对不会再踏入天元派一步了。你就好好的守着你的剑幕灵种，若越界，休怪我取你的项上人头。